上一期视频向大家介绍了来贵州旅游8个必去的5A 景区。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10个不是5A 景区但胜似5A 景区的贵州旅游区。第一个推荐的就是刚刚被选入国家5A 景区的贵州织金洞。织金洞是贵州第一个世界地质公园，这里曾被评为中国6大旅游洞穴之首，中国最美的旅游胜地，中国10大奇洞之首，有人称其为中国溶洞之王，黄山归来不看岳，织金洞外无洞天。织金洞在贵州的毕节，离贵阳也不算远，有直达的景区车，可以说来贵州也是必去之地，门票加景区车票140。第二个推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千户苗寨，目前这里是4A 景区。千户苗寨几乎是所有的旅行团和游客来贵州必去的地方，因为千户苗寨的游客太多，所以有些游客觉得这里商业化重，或者旅游体验不是那么好。我个人来过3次千户苗寨，我觉得来这里一定要住1到2晚，到这里找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民宿，早晚出去避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把脚步的节奏慢下来，你会发现这里真的很美。这里有几千户在半山建造的独具特色的木结构吊脚楼，也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的黔东南，自由行的游客到凯里或者雷山县城坐交通车都非常方便。看眼前巨大的山谷里，漫山遍野的1000多户苗家的吊脚楼，尤其是晚上的万家灯火，实在是太壮观了。千户苗寨的门票是110。第三个推荐的是贵州遵义赤水的四洞沟。这里虽然知名度不如5A 景区赤水丹霞，但是也别具特色。这里被誉为万竹之源，小家碧玉，没有败笔的景区。里面全长4公里的沟内有4个瀑布，所以俗称四洞沟。来四洞沟风景区旅游，交通也非常方便，从赤水有公交车到大同，然后从大同有公交车直接到四洞沟。所以如果来贵州的遵义、赤水，四洞沟也是必去的地方。第4个要介绍的就是贵州平坝万亩樱花。平坝樱花园在贵州和安顺之间，这里每年3月初到4月，万亩樱花竞相开放，实在是太壮观了。整个平坝樱花园将近栽种了70万株名贵樱花，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樱花种植地。所以春天来贵州旅游，可以先去平坝赏樱花，然后再去毕节看百里杜鹃。第5个推荐的是贵州兴义的万峰林。万峰林在贵州的黔西南，这里也和广西、云南交界。万峰林气势磅礴，景观奇特，这里峰、龙、坑、凤、林、湖全洞8景分布广泛，是中国最典型的喀斯特峰林，被誉为天下奇观。这里目前是4A 景区。来万峰林旅游最好的季节是每年的2、3月，这里油菜花和桃花盛开的时节。可以住在这里万峰林下的纳辉村。
这里的纳辉村也被称为中国最美乡村。这是2月底3月初的万峰林风景，确实太美了。下面看到的是八卦田。第6个介绍的是一个小众景点，这里是贵州省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。海龙屯只是一个4A 景区，但却是贵州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。海龙屯位于贵州的遵义，这里是一处宋明时期的土司城堡遗址。2015年，这里被称为世界10大考古发现，有些人甚至把它说成中国的马丘比丘。来海龙屯旅游，交通还比较方便，从遵义有直达的公交车到这里。这里景区门票是60元，不过参观海龙屯比较辛苦，需要爬3-4个小时。喜欢文化旅游的，这里是必打卡的地方。第7个要推荐的是贵州的乌江寨。乌江寨是我个人比较喜欢，但从发出的视频看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风景区。因为这里是一个中国乡村旅游的新模式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国际旅游度假区。这里依托于恬静的山水自然环境和浓厚的黔北村寨民俗氛围，结合当地的自然山势和河道，打造出来这样的旅游度假区，呈现出了一幅黔北民居的群落画卷。因为贵州有太多的少数民族村寨了，所以这个乌江寨就有一些特立独行。这里同时具备了贵州的自然山水、民族文化和江南水乡的感觉。这里每天的独珠飘表演非常的精彩。另外，这里每天上演的灯光秀和无人机表演也让人印象深刻，可以说这里是贵州夜景最漂亮的景区了。乌江寨可以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旅游度假区，目前的门票是60元。乌江寨里目前只有几家比较高端的精品民宿和酒店，住宿比较贵，也比较适合自驾，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旅游度假区。第8个要推荐的也是一个小众景点朱砂古镇。可能贵州有太多的古城、古镇、古寨了，几乎每一个古镇、古寨都非常的有特色。朱砂古镇以前曾是新中国规模最大的汞矿产地，曾经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奇迹，而现在这里转型，被打造成了一个旅游小镇。这里有一个网红一条街，那个年代，让人们重新穿越到50、60、70年代。另外，这里有独具特色的900多公里长的地下长城，里面有3000多年的开采汞矿的历史。因为这里位于悬崖之上，风景非常的优美，所以这里既有人文历史，又有自然奇观。
第9位要推荐的是贵州最为低调的世界自然遗产狮柄云台山。贵州有4个世界自然遗产，1个文化遗产，其中有3个是5A 景区，2个是4A 景区。和贵州其他3个世界自然遗产荔波喀斯特小七孔、梵净山、赤水丹霞相比，这里实在是太低调了。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商业化，不喜欢人多，可以来这里，门票40元。已经推荐了9个了，还剩最后1个。这里是鲜为人知的游山河风景区。这里的山峰峡谷宛如仙境。贵州游山河风景区是在毕节的中部，离百里杜鹃不远，交通并不方便，不知道现在毕节有没有直达的旅游车。游山河能够进入到我的名单，也是因为当时运气比较好吧，因为之前对这里确实一无所知，所以景色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。只挑出来这10个景区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有很多遗憾，所以我选出了几个并列第10名。并列第10名，格凸河。格凸河在安顺的紫云县，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。这里是国家4A 景区，门票加船票和所有的表演项目套票150元。这里相对冷门，所以公共交通目前还不是很方便，未来估计也会开辟旅游直通车。这里给我最多震撼的是这里的蜘蛛人表演。并列第10名，贵阳的天河潭景区。贵阳可以说到处是公园，有千园之城的美称。只有青岩古镇是贵阳的5A 景区，而贵阳的4A 景区可以说是一大把。如果让我从贵阳里挑一个景区推荐给大家，那就是天河潭吧，因为这里可以说融山水、洞、潭、瀑布、天生桥、峡谷为一体。并列第10名，平塘的假茶瀑布。贵州可以说是有数不清的瀑布，有不少都可以说是网红瀑布或者是秘境之地。不过有很多瀑布交通非常不方便，而且没有开发，非常不好走。而我这次恰巧去了平塘的假茶瀑布，相对来说这里交通非常方便，景区的建设也非常完善，可以玩半天儿。而不像别的小众瀑布，千里迢迢赶过去，飞个无人机拍一张照就算完了。说到平塘，又想起了中国天眼。这份名单里怎么能没有中国天眼呢？中国天眼是大国重器，国之骄傲。在这里不但可以进行一场科普之旅，这里作为度假的天眼小镇也非常的美丽漂亮。而且在贵州所有的景区里，这里是有独特性的。另外，马岭河峡谷也可以作为和万丰黎一起旅游的地方。贵州的旅游美景实在是太多了，真的感觉这是一份非常有遗憾的名单。如果想更多的贵州美景，可以收看我的《贵州多彩之旅》，有100多集的介绍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